今天啊，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冤案，一个由鸭脖引发的冤案。这事情啊，发生在十几天前的6月1号啊，在江西工程技术职业学校的校园里啊，有一个学生到饭堂里去吃饭，他的菜里啊发现了一个异物，这个异物啊看起来有点像老鼠头。这个异物本身呢，上面有牙、有鼻子，还有眼睛，一些眼睛啊还闪着光。更重要的是啊，就是那个异物上面好像还有胡子，然后呢，这东西啊都黏黏糊糊粘在一起呀，看着好恶心呐！你想想啊，就是这个，如果要是吃饭吃出老鼠头的话，这个如果是我的话，我估计都得浑身哆嗦啊。那个学生当时看到这个东西啊，估计心里得快崩溃了，他就拿着这个异物啊，去找这个大师傅去理论。这他妈不老鼠的牙齿？我想不法了，这是鸭肉。这么多毛是什么东西啊？哪里有毛啊？这不是毛吗？这是鸭肉，鸭肉那个里面的那个肉啊，里面那个肉啊。这他妈这不是鼻子，这不是牙齿吗？那这里面是牙齿，鸭肉里面拿来的牙齿。大师傅看到之后非常冷静淡定啊，就跟他说，这东西是鸭脖。那牙齿就是那个鸭脖里头的筋，然后呢就酱油放多了，所以你看起来有点像老鼠。这学生啊被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啊，回去之后他还觉得这就是老鼠，他就叫来几个自己的同学共同来辨认，然后呢他们共同认为这东西就是老鼠，不是鸭脖。紧接着他们就把这东西拍成了一个视频发在了网上。最近十几天啊，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一直非常热啊。十几天过去了，还没有下热搜啊！很多人给我发邮件啊，这也评论说：“他王军，你讲讲这个新闻，我们就想听听你说这到底是鸭脖还是老鼠头。”我今天啊，就来讲讲这个新闻。这几天我一直在研究这件事啊，我得出来的结论呢，这东西就是鸭脖，根本不是老鼠头，这就是个冤案啊！大家来听我来讲一讲啊，这到底是什么理由？这6月1号啊。这个学生发完视频之后，当天这个事情在互联网上就炸了。下午的时候，人家这个江西工业技术学院的学校啊，就反应过来了，就找到了这个学生。我当时拍了一个视频发到了网上，然后我看了，发现不对，做了这个确认的，发现不是为老鼠头，而是为鸭脖。我可以出来澄清一下吗？就是确实是个误会。然后呢，江西的那个当地的食品监督部门呢，好像也接到报告了，人家也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至于这个第一时间是多长时间啊，我们现在不太清楚啊。那么到了现场之后，那学校就给这个技术监督管理部门的人呢看了图片，人家那个卫生管理部门的人也很负责，对着图片仔细在看呢，看完之后啊，就认为这东西就是鸭脖。不是老鼠头。不过我们分局现场执法人员第3赶到现场，反复地理确认这个异物就是鸭脖。看到了吗？学生承认了，不是老鼠头。技术监督部门也认定这东西就是鸭脖，所以你看到了吗？原本就是应该鸭脖嘛。所以6月3号的时候啊，学校出台了一个声明，说这东西就是鸭脖，不是老鼠头。按理说啊，这件事情就应该结束了，但是现在这些网民呐，唯恐天下不乱呐，而且啊，这网民现在有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心理，就是对党和政府发布的公告，他们都不相信，对这个政府啊，还有包括像学校啊这些部门他发布的公告，他也不相信，而且不但不相信嘛，他还总从反的方面去理解。明明人学校公布这东西是鸭脖了吧，他们不相信，于是在网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恶搞的图片。有的人把鸭脖子上装一个老鼠头，有的人把老鼠的屁股上弄了一个鸭屁股，然后还有人把鸭脖子中间弄上一大堆老鼠头，啥意思啊？不就是恶搞吗？不相信人学校的这声明吗？还有好事者，然后就发现这6月8号的时候，说这个学校啊，这食堂里头啊，发现了大青虫。太恶心了！这大青虫我们看到了，确实是大青虫啊。那大青虫不是老鼠啊，
那你不能用大青虫来证明有大青虫就有老鼠吧？还有好事者，就是发出来食堂啊，几年前啊曾经进过老鼠。这个是松动的，这个是直接通往外面的。老鼠可能就是从这个缝隙的一个松动的情况进行一个进入。这边这个基本上连防护网都已经没有了，这个连防护网都没有。对，这老鼠啊什么虫灾就很容易爬进来了。这进过老鼠嘛也正常，哪个学校的食堂里不进老鼠啊？你这几年前的老鼠跟现在这只老鼠头有什么关系啊？老鼠的寿命大家都知道有几年呢？你当年跑进去的那只老鼠，最后你就变成了现在的老鼠头，没有因果关系嘛。所以你看到了吗？现在这个网民呢捕风捉影，他不讲逻辑。更有好事者啊，还拿了一个真的老鼠啊，把这个老鼠给糊了。那你想想，这种比对能不像吗？它本来它就像老鼠嘛，你拿一个真老鼠头比，那肯定是像嘛。但你能证明那个老鼠头就是老鼠头吗？你不能，那就是鸭脖，对吧？现在网上这个带节奏的人真的不是一般的多呀。我还看到了一个老师，这老师啊，把他这个小学生叫过来了，拿了一张纸。老师给你们看一个图片啊，这是啥？老师说这个图片上面是一只鸭子，觉得老师说的错的举手。查老师，我知道没老师。好，手放下。没有举手的同学，一会儿少跑一圈啊。老师再给你们刚才举手的人一次机会，觉得老师刚才那句话说的是错的举手。老师，没举。好，来出来，举手的同学出来，来往出走。只有这几个同学觉得老师刚才说的话是错的啊，剩下的都觉得老师刚才说的是对的，对不对？对。老师说这是一只鸭子，信不信？你们信不信？信。啊，这些同学不信啊。老师要表扬这几个同学啊，这几个同学明知道老师说的话是错的，啊，他们有勇气去反抗，有独立思考能力啊。你瞧瞧这样的老师，能为人师表吗？后来他迫于有关部门的压力啊，把这个给删了。要我说，这种老师都应该开除。今天啊，我就给大家公布一下，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鸭脖，根本不是老鼠。比如，我们可以直接在网上搜，12生肖的第一位是什么？12生肖第一位是鸭，鸭位于12生肖之首，鸭也被称为子鸭。看到了吗？现在你搜这个12生肖，排名第一的就叫子鸭呀，百度上一搜就出来了，哪有老鼠？对吧？这么重要的证据，很多人视而不见，我觉得确确实实不应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人就是把这个，就是现在这个鸭脖生前的，就是这么一个动物啊，就给找来了，对它进行了讯问。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鸭脖。不是，那我长得也不像鸭脖呀。那我说你是鸭脖，你就是鸭脖，给我记住了啊，听见没有？听见了，听见了，我是鸭脖，我是鸭脖。你是不是还有点不服啊？服了，我服了，服了。来，那你告诉我你是啥？我是老鸭脖，鸭脖就鸭脖，哪来的老鸭脖？老鸭脖，老鸭脖。你是鸭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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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了没有？记住了，记住了，鸭脖，鸭脖，我是鸭脖，这还差不多。叫了一辈子老鼠了，咋莫名其妙成鸭脖了的？我们是经过反复对比才确认的，你就是鸭脖。看到了吗？事情到现在为止，应该所有有理性判断的人都应该知道，就在这个学校食堂里发现的东西就是鸭脖，根本不是老鼠。如果还有人到现在还认为这是老鼠的话，那我觉得这种人呢，绝对是寻衅滋事。有关部门把这些人都应该抓起来。明明是鸭脖，非得说是老鼠，那你想想，这些人如果是不管控的话，这社会要乱呐。警方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发布信息言论应遵守法律法规。对于编造、传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警方将依法查处，绝不姑息。玩笑话讲完了，接下来啊，咱们讲一讲啊对这个新闻的正式看法。我一直觉得啊，这个新闻从6月1号到现在啊，将近2周的时间一直霸占着热搜榜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开始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无论学校还是政府的食品监管部门呢，在程序上都存在着重要的疏失。
你看看现在6月10号的时候啊，有关部门就这个新闻专门成立了专案组，这专案组里头啊，连这个公安都进去了，但是从6月10号到现在，结果还是没出来。按说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这个东西要么是鸭脖，要么就是老鼠头，这东西鉴别起来有多难呢？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搞清楚呢？在我看来，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啊。首先，第一点最重要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啊？这个新闻发生之后啊，就是这个本案过程中间最关键的物证，这个老鼠头不翼而飞了。那学生拍完之后啊，在后续的新闻里我都没有见到。有一种说法，后来学校找到这个学生的时候，双方共同辨认说这个东西啊就是鸭脖，学生也承认了。还有一种说法呢，老师找到这个学生的时候，并没有共同辨认这鸭脖，只是学生承认了他当时跟其他学生共同辨认的时候，说明这个东西是鸭脖，而这个学生自己呢不信，后来发到网上了。那至于这个鸭脖去哪儿了呢？不知道。那么现在呢，有几种可能啊，一种是当时这个学生拍完视频之后把鸭脖就扔了，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老师啊跟这个学生啊辨认完所谓的鸭脖之后啊，把这个鸭脖就给扔了。总而言之啊，当这个当地南昌市的食品监督部门赶到学校的时候啊，他们实际上没有见到实物，他们是对着照片进行比对的。那你想想，你凭借照片进行比对，你能比对出来这东西就是老鼠头还是鸭脖吗？那么多网民都认为是老鼠头，就你们认为这东西是鸭脖，那你凭什么能说服大家这个东西就是鸭脖而不是老鼠头呢？最直接的证据应该是把这个东西实物拿去做鉴定，因为你把那东西仔细扒开，那东西一排牙还是就2个牙，还是就是那个筋。因为学校当时的大师傅跟学生说这东西是鸭脖的时候不可信，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啊，你是利益相关方，你当然不想说这个东西是老鼠头了，对吧？你当然想说这个东西是鸭脖了。那你作为食品监督部门，你来到现场的时候，如果能对食物进行取样的话，那么这个东西搞清楚并不难。所以这个事情学校一开始错在什么环节里头呢？就是当这个学生说这个东西是老鼠头的时候，那个大师傅不应该就跟学生说这是鸭脖，他就应该把这个老鼠头封存起来，请那个市场的监管人员到这来做鉴定，因为他自己说的话不可信嘛。但是后来由于这个老鼠头不翼而飞了啊，导致了后续所有的调查都变成了无头案。那你想想，食品监督部门到现场调取的是什么？调取的是学校发生事故之后封存的档口的食品，也包括这食品的留样。按照我们国家食品监督法规定啊，像这种公共的学生食堂啊，每一道菜做出来之后要留100克放到冰箱里，就为了防止出现一些食品安全事故之后啊，没有办法对食物进行鉴定。那么那食品监督部门啊，到现场采样，采的就是这个留样，就是把这个留的这个食品的100克的样本带回去检测了。但你想想，这个检测能检测出什么来呀？因为大家质疑的是那个异物是不是老鼠头啊？然后你拿了点菜回去做检测，那菜里头能有老鼠头吗？除非你做 DNA 检测，那老鼠当时煮的不是太烂乎，然后呢，那里头还有这个老鼠的 DNA， 你能检测出来。但是至少当时啊，食品监督管理部门公布的这一个结果中间，并不包括 DNA 的检测结果，所以他们当时只是基于那些菜做完检测之后说这东西是鸭脖，而不是老鼠。那你想想，它能有说服力吗？现在导致了，就包括你现在这个公安机关介入之后，你成立联合调查组，你都没办法搞清楚了。所以就是一开始的程序失当，导致了这个问题的最核心的这个发生，整个后续都不可收拾了。你再怎么说，你再怎么论述，你都没有办法说服大家这个东西它是鸭脖而不是老鼠了。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这个学校的食堂里面的承包商啊，确实有问题。事后大家啊来这个扒出来啊，这个食堂本身不是学校自己经营的，是一个叫中快集团来经营的。事实上，在我们国家现在很多高校的食堂啊，他们自己是不做经营的，
而是把整个食堂啊这个后厨体系全部承包给外面的餐饮连锁集团了。据说他们竞标的时候还花了不少钱啊。但是这个餐饮集团进到这个学校以后啊，实际上这些年来这个学生对他们的投诉就此起彼伏，不仅仅是早年的那个老鼠跑进去啊，那学生这些年的投诉加起来都有几十起啊，说这里吃出来个头发，吃出来个其他异物，更何况包括这次那个8号出来那个大青虫。你想想，6月1号啊出的是老鼠事件啊，原本正常的这个机构肯定是应该这几天大抓特抓食品安全啊，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那大青虫还被学生吃出来，那说明什么？就说明这个餐饮集团啊，至少在食品这个卫生方面它不合格。这些天呢，也有人给我爆料啊，他也给我分析了这老鼠头啊是怎么可能进来的。你比如说，如果是老鼠啊自己跳到锅里头去了，它应该有脑袋有身子嘛，它不可能只是一个脑袋嘛，对不对？那因为食堂的人在那什么，他总不能有意把这个老鼠啊切了之后卖给学生嘛。他就给我讲，他说啊，现在啊，就算是这个食堂本身它是承包的啊，他们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自己采购，都有专门的配料公司。在配料公司中间非常有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这个肉类的配送。比如说这一个食堂啊，一天可能要加工500斤排骨，那这个配料公司啊，他就会到外面买排骨啊。买完排骨之后呢，他们一般来说会在自己的那个加工处理的那个库房里啊，把这个排骨加工好，就是把这个肉啊在冻的时候就切成排骨，交给这个学校食堂。他说啊，就他自己的工作履历啊，就知道这里头实际上是非常不卫生的。因为切完排骨之后留下那个肉渣啊，就是老鼠特别喜欢的美味儿，所以这种地方会经常有老鼠出没。他有一次啊，就自己经营的这个系统中间，他就亲眼看到这老鼠有一次就是切排骨的时候，直接就被切掉了，脑袋切掉，身体切掉了，血啊呲了一地啊，全都呲到那排骨上了。他当时看完之后，他就跟那个师傅讲，他说这个切肉机是不是不能用了？因为这老鼠血都粘在那个上面了嘛。那师傅就讲，他说不至于，就拿这个水龙头一冲，冲完之后就接着开始切下一步肉了。所以他给我分析的结果是啊，他说大概率就是老鼠实际上是在肉类加工那个环节，切排骨啊切肉那个环节啊被切碎的。切碎了之后呢，可能当时没清理干净，就是一个老鼠头啊混在了这个排骨里头了，就送到了这个学校，然后学校呢也没看，然后就把它煮了。他还在给我讲这个行业的一个普遍的秘密，他说啊，这学校的食堂是没有人洗菜的，这些菜基本都不洗。所以为什么会有大青虫啊？如果要是能够洗菜的话啊，那个青虫一定会被洗出来。所以因为这些菜都不洗，所以呢，它即便有什么外面混进来的异物啊，也就没有人发现。而当地的食品监管部门啊，一般到这些学校的食堂去检查的时候啊，只会检查消防啊、安全呐、至于这个菜呀、肉类加工过程中间的卫生状况是没有人管的。他说，这就是今天中国啊各个高校食堂啊，也包括一些怎么说呢，甚至他说的军队的食堂都是如此。他还给我讲了，他说军队你别看啊，我们喊的子弟兵口号震天响，但是呢，人民子弟兵吃的那些肉啊，那土豆啊，都是市场上最便宜的。为什么？因为这些食堂啊，利润也非常高啊。比如说，要是那个鲜肉40块钱一斤，但是冻肉20块钱一斤，那些承包食堂的人啊，就会用那冻肉啊来代替这样的鲜肉。那你想想，每天多少钱就沦落到个人的腰包里头了呢？所以他说这里头啊，黑暗程度是很难想象的啊。这是第二个方面。就我们现在证据呈现的出来，就是这个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后厨的承包方中泰集团肯定是自己运营有问题。第三个方面，我想说啊，就为什么政府公布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他们都不相信呢？网民都不相信呢？这说明有一点，除了我们前面说的，就是它的程序本身有问题啊，更重要的是啊，就是他们在常年的这个过程中间，已经把自己的公信力挥霍殆尽了。就是他们不管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都没人信。更何况啊，他们整个的那一套操作体系本身呢，
也基本是在不断的败坏自己的公信力。你就比如说，这江西工业技术学院6月3号发了声明之后，6月4号这学校里头啊就组织自己的学生上网给自己的这个公告去点赞，说谣言止于智者啊，一张图能说明什么呢？把这个话都编好了，让这个学生去在网上去评论。那你想想，这个信息被扒出来之后，大家作何感想啊？如果你是真的，你需要组织自己的学生去到网上为自己说话吗？如果你不是假的话，你需要这么这个心虚，非得强迫自己的学生去发言吗？所以我就说，就这些部门呢，本身呢，由于长期他们自己呀，不知道怎么跟公众打交道，所以他们早就把他们本来可能还有一点点的公信力啊，都挥霍殆尽了。所以不管他们现在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都没人信。我并不肯定啊，这个事件过程中间就一定是老鼠，也有可能真的是鸭脖啊。但是可悲的是啊，就不管他是不是鸭脖，他们说是鸭脖都没人信。我不知道就是这些人啊，他作为这么一个信息发布的人，他会心里怎么想？我如果是他们的话，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无奈和悲哀。这是第3点。第4点啊，这个高校的食堂啊，实际上是可以承包的，但是怎么个承包其实有技巧。我当时在北京啊，这个上过大学啊，北京有些高校啊，其实做的比较好，就是一个食堂里面啊，它会分很多档口，不是某一个档口。那么这些档口呢，之间是存在竞争关系的。然后怎么淘汰这些人呢？他就每年由学生投票，这学生投票过程中间就把学生投票率就是不满意率最高的一家档口淘汰掉了，然后再补充一家新的进来。所以你就看这种状况下啊，就是那些学生食堂的档口啊，它服务质量就好得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啊，如果学生对他们的这个餐饮不满意，明年他们就没有机会在这继续服务了。但是高校食堂啊，虽然说价钱比较便宜啊，但是因为学生的数量比较多，所以啊，其实还是一个蛮不错的生意。那些人呢，就会拼命的给学生提供优质的服务，这是第1点。第2点，很多高校食堂啊，组织学生参与后厨管理，比如说学生进去也可以进去洗洗菜、摘摘菜，更重要的是监督后厨啊整个生产过程。我在日本呢，我也去过一些幼儿园和学校，我也参观过他们那个就是他们自己学校组织的餐饮活动啊。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这个后厨处理的时候全部是透明的，你看都是一面大玻璃，你从这个走廊路过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他们在怎么工作。增加透明度，让这个每个人呢都可以监督这些后厨的实际工作啊，其实也是避免啊这种事情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不知道啊，这些江西工业技术学院他们那个后厨是怎么管理的？我相信啊，如果他们能采取这样的措施的话，他们也不至于啊在面对这样的事情过程中间显得这么被动。最后啊，我还想说一点啊，这个事情啊，如果是真的是老鼠啊，然后被有关部门说是鸭脖，那么有关部门呢应该把这些人绳之以法。你想想，老鼠混到菜里头让学生吃，这是在出售有毒有害物品，这触犯了刑法，应该对这些人严刑峻法，抓起来。但是啊，如果最后证明啊这东西是鸭脖啊，有关部门也应该想一想啊，因为我觉得啊，这世界上最悲哀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当你说真话的时候都没人信。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鸭脖。不是，那我长得也不像鸭脖呀。那我说你是鸭脖，你就是鸭脖，给我记住了啊，听见没有？听见了，听见了，我是鸭脖，我是鸭脖。你是不是还有点不服啊？服了，我服了，服了。来，那你告诉我你是啥？我是老鸭脖，鸭脖就鸭脖，哪来的老鸭脖？老鸭脖，老鸭脖。你到底记住没记住？你是鸭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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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了没有？记住了，记住了，鸭脖，鸭脖，我是鸭脖，这还差不多。记住啊，以后你就是鸭脖，听着了，听着了，我就是鸭脖，我就是鸭脖，鸭脖，救了一辈子老鼠了，咋莫名其妙成鸭脖了呢？我们是经过反复对比才确认的，你就是鸭脖。这是啥？老师说这个图片上面是一只鸭子。